在已经噔噔噔变调了。嗯，我觉得反而不是变调，我觉得会慢慢去发掘说，孩子本来就不是来符合我们的想象，你不觉得嗯吗？他们就是来打破我们对于自我的投射。，and Caddy here. Grab your tea and take a seat. It's K and K chat time. Chat chat and chat chat. Hello，卡提，Hi, Coffee。哇，你今天这样是一身这样穿起来，你是哪一家航空的啊？航空那空中哦，小姐，我是那个宇宙航空的啊，宇宙为您服务，好美的粉红色，来自宇宙航空，漂亮的粉红色。很美很美耶，真的。好，谢谢。啊，我觉得，哎，我今天打给你，其实我今天想要聊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你和我内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切身之痛吗？也不是切身之痛，就是应该都会嗯，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啦。孩子到底能不能，到底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复刻我们的梦？你是说就是不是只是复刻梦，是把自己尚未完成的一切延续下去？哦，对，可以这么说，对。真的不行不行不你有没有行不行，好，发现，就是超多父嗯，母啊，都很喜对，欢偷偷的用人生的复制贴上，把自己的梦 copy paste 到自己的小孩身上。完全。而且我跟你讲哦，不只是梦，他自己的梦想，还有他自己尚未完成的一些遗憾，全部都要加注在小孩身上哎，不行哎。对，我觉得我今天就很想跟你聊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孩子到底要不要复制父母的梦？他们该不该复刻我们的遗憾呢？我其实觉得不只是我们这一代，maybe 是我们自己的上一代，尤其是嗯那些爸爸妈妈，然后我们自己的爸妈，然后我们的叔叔阿姨等等，甚至是阿嬷，我觉得他们嗯内心可能都有问过自己说，就是我希望我的小孩去达成某件事情，就是为了我要帮自己完成我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可能当时很贫困，没办法，没有能力，anyway，就是把嗯自己想要的那些都加诸在小孩身上。但是嗯说真的，现在我们自己都成为了妈妈，你觉得嗯。小孩子会照着我们的剧本走吗？我就问会吗？我觉得我们自己都没有按照爸妈的意愿走吧？有吗？对，我我们好像也没有跟着他们的期待走。虽然我们出生的时候脐带是连着的，对，对不起，那个脐带的笑话不好笑。戳中我，你真的很突然呢、冷静反好啦，过来一个冷笑话。好了，反好啦，正我我觉得你应该也会有吧，就是还没有当爸妈之前，大家对自己的小孩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幻想吧。一定会啊，我觉得就是像我自己会觉得，希望自己的小孩就是非常的乖巧，然后最好哦，就是有听话，没有啦，好了，可是嗯很善良啊，品学兼优啊，等等等等，然后重点是还要很有礼貌，然后还会那种兄弟姐妹之间，不管有几个小孩都相亲相爱，哦，好非常互相照顾，生日还会写说 "Mom, I love you" 这种的，你知道？啊，对，太没有就是要这种贴心小棉袄的那种感觉。我真的是还曾经那种默默幻想说，小孩只要他们听得懂人话之后，就是3岁之后，他们就会自己默默收拾他们的玩具啊，收拾东西，然后懂得珍惜，你知道吗？然后偶尔会突然抱你一下的那种天使宝宝。结果现实是什么？地上永远都有收不完的玩具，总是会遗落玩具。我一直踩到，然后写功课的时候，你知道态度超哦，不好，真的，很不耐烦，就到我怎样我不想写。对啊。还有那种两个，我的两个是非常的爱吵架。一模模一样样，在我们家一样发生。对，还有那句啊，就是你煮的那个汗水直流啊，然后非常辛苦炒的菜，然后他就跟我说：“啊，妈妈，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这个菜耶，可以不哎、要吃吗？”哎，拜托，那个菜是我花钱买的，我花时间煮的，我花心力挑的哎，竟然跟我说不要。好的，这一题我最近有练习了。我现在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厨艺很有自嗯，知之明，所以我就说，没关系，那你就吃别的，好不好？总而言之，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自己会生出一个天使宝宝。其实嗯，我女儿小时候蛮天使的，但最后变成一个主观意识超强的独立灵魂。小时候超天使，现在已经噔噔噔变调了。嗯，我觉得反而不是变调，我觉得会慢慢去发掘说，孩子本来就不是来符合我们的想象，
你不觉得嗯，吗？他们就是来打破我们对于自我的投射啊。对啦，而且我觉得其实这很多时候，我们期待的根本不就是孩子就是该成为的样子，而是就是我们自己当年可能来不及成为的样子。哦，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我们还没有达成，所以我们希望他完成。嗯，所以我才说就是我们真的每个人的心中都住了一个小孩。嗯，没错，而且我觉得那个小孩很神奇哦，就是每嗯，次当我在那边练习，还要尊重小孩，温柔而坚定，可是那个小孩偏偏就会跳出来指挥一切。你说内心小孩就会突然跳出来指挥，是不是？对呀，哎，让我思考一下，好像会诶。就像我以前好像想要学画画啊，这种学艺术方面的，哦，我妈真的哦，对，然后我爸妈就是不让我学，因为他就觉得说，哎，学画画这个就是你知道吗？要出名都要等到那个过哦，过过去之后才有可能出名嘛。对，那种，所以他就觉得，所以我就觉得说，长大之后，像我现在我女儿很喜欢美术方面的东西，我就觉得好像应该要让她学一下啊，我觉得不能打压她的艺术天分跟想法。可是我其实好像也真的不是因为他喜欢我想给他，而是因为当年的我没有被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也不想要打压。你有发现吗？就是那种，我懂，赶快跟爸爸的能量切割，爸妈能量切割。对，其实，然后像我自己啊，小时候学钢琴的时候，其实超级无敌痛苦，尤其嗯是练钢琴。我爸规定每天要1个小时，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以后我不可以逼我的小孩，我要当一个哦，优秀的妈妈，没关系啊，不用练啊。就现在，我是要求我女儿每天都要给我练。也是1个小时吗？我现在没有1个小时啊，就每个弹5遍。那时候我真的信誓旦旦说，我孩子绝对不可以走我走过的路。但是我跟你说，那个绝对其实也不是小孩的选择，是我自己内心的那个，又是那个投射跟反射。所以其实你懂吗？我好像我没有我还在跟你学习，因为我现在还是会有一个要求，但1个小时真的太久了吧？哎，我觉得，所以小孩常常不是活在自己想要走的那条路上，是在帮爸妈的情绪收尾就对了。对啊，因为小孩可能需要的也不只是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们是像你说，他会很需要一些探索这个世界的那个空间，你不觉得吗？哦，留一点嗯东西时间给他，对吧？我觉嗯得我后来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嗯，非常深刻，就是我觉得小孩真的是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带着他们与生俱来的个性，就是做自己到底啦。对，你越想控制他，他就会越用那种行动来告诉你说：“我就不是你。”哎，那个是什么？我正台语这么糟，我还硬要讲台语，就是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个版本啊！千万不要就是把那个刻在我身上，帽子刻在我头上那种。我觉得真的哎，因为每次我们开始想要掌控的时候，小孩嗯，就给你一个反作用力，到最后就是我觉得到后面是我以为我在教他，就最后小孩都是用我那一套，我平常教的那一套在对付我，然后哦，真的，变成是到头来根本就是他们在教我们放嗯，手，Mom let it go。真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想要长成他们自己样子。我觉得我们提供的就是那种土壤啊、阳光跟水，但是不需要帮他们就是决定他们想要开花的形状。真的，形容的真的很好哎，我觉得孩子就是也许他们真的不需要来替我们活得很好。可是自己当父母之后，回去想一想，其实大人也没有错啊。就是很多爸妈他们想要控制，就是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想控制，其实担心会怕。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不是内在的恐惧？我觉得是这个恐惧，就是你会怕小孩走错路，然后怕他受伤，怕他跌倒，又怕他辛苦，或者是我自己会看不惯他身上的一些坏习惯，例如我小孩喜欢哦，打我，我会觉得我觉得看不惯他身上的坏习惯，是因为你也是担心他未来可能会因为这个坏习惯引起周遭其他人的反弹。你就会能先觉得预设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那个困难吧？
我会觉得，因为我小时候也很爱咬指甲，就单这件事情来看，我很喜欢咬，所以我的指甲就没有别人这种漂亮。然后我嗯女儿现在咬，我就会觉得，那你以后要做漂亮的指甲怎么办？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嗯会忍不住想要给小孩一些方向。我们没有到控制，但就忍不住给他建议。我嗯，highly recommend 你可不可以这样这样，然后安排一下他的那个行程之类的。我觉得我完全懂这一块，就是我们都还在学习，因为我们也不太可能帮他们避开所有的挫折啦。但是真的是我自己是承认，我就不是个完美的父母，就父母没有完美这件事情啊。但是爱是被允许的，就是我知道我是爱他的，但是就是我并不完美。没错，我觉得有这样子的觉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也常常这样讲。我从妈妈还在学，而且我们怎么可能天生生下来我们就会做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嗯，怎么做妈妈，而且老实说，我们都是在那种边做边学、边试又边错，然后我还会问一堆 ChatGPT 的意见，才能得到这个总结。所以我觉得没错，我们真的是都还在学习当中。所以我现在有小孩以来，我一直在练习一件事情，就是每次我很想要插手帮小孩做决定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问一下自己说：“这是我想要的吗？还是真的是就是他喜欢的？”就是我会想要去觉察，然后分开这两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我之前是，也不是说之前，我现在还是有一点，就是小到连他的穿着打扮，每次我就是哦，去换衣服，嗯，他出门了，一下来我看到他穿，你穿这什么东西啊？我的内心就是这样，你怎么可以这么花，又配一个蝴蝶，什么又就是五颜六色？但我就会自己说，我说，你喜欢吗？他说很喜欢。我说，那你觉得好看吗？我觉得很漂亮。我就嗯。会想，好，他开心就好，走吧，上车。我就只能，你知道吗？我自己也常会用这一招，就是你自己用反问自己，这个到底是他的还是我的需求？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大人，就是我们自己大人就很容易陷入在自己的需求里。那像我非常，自己，像你刚才讲那个穿着的部分啊，我也会欸，就是我女儿像现在外面已经那么冷了，每次都给我不穿外套，我默默还是会觉得说，还是要穿一下吧，穿一有下外套。一点点叫爸妈觉得你会冷。对，然后我就这样说：“你确定你不会冷吗？”他说：“对，我确定我不会冷。”但是通常呢，这都是我担心他会冷啊，对然后呀、我就试了一次，真的不带外套出门，结果后来他发现他会冷，他就学会了，他接下来就会自己带外套。偷偷放在包包里吗？就没有，是他很哦，你就真的不带？对啊。哦，你很酷哎！但是就是因为是离家里很近啊，就离家里很近的话，我们不带，就是让他感受一下说，哎，我们其实这个决定是让他有多一个选择。现在不会冷，不代表你等一下出去不会冷啊，他要先有那个承受后果的能力。很成熟哎。好，那我觉得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倾听，就是小孩，就嗯多听小孩怎么说。你像我以前只要到 preschool 的时候嘛，我很在乎我女儿有没有睡午觉这件事。然后吃完饭，反正2个小时的午觉，然后我女儿都是在玩。但是你也知嗯道，小孩没睡午觉回家就会很闹，所以我很嗯在乎你有没有睡觉。已经嗯，到那种我走进教室要接，我第一句话我都不是先跟我小孩打招呼，我是先看着老师说他今天有没有睡午觉。如果我没有机会跟老师讲到话，我就是接完小孩一上车，我就转过去说你今天有没有睡午觉？有一天我女儿就跟我说，你为什么每次都问我有那个讲那个午觉的事情，你都不问我就是上课其他的事？哦，不然就被小孩反你被省了。你被他教训了一下。我就觉得突然觉得对，所以我现在就是那时候才4、5岁耶，我现在就有感觉到说好，那我要多专注在现在去接女儿，就说今天学校学了什么啊？好玩吗？刷牙的时候有没有上西班牙文？或是一直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倾听小孩，所以我们要多把问题可能抛给小孩，让他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吗？这没错，就是让他们去思考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也可以把问句反问回来。对啊，对对我觉得这对对，个东西我也是觉得正在学习，不是除了不是我上学回来问他发生什么事，有的时候是小朋友他在看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想要问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会没耐性，你知道吗？说，哎，你可不可以不要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奇怪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有他们那个好奇心，然后他那个问题是有经过他们的思绪过后，他真的想要知道答案，他们才会说出口。反而不可以就是直接跟他说，哦，你不要问，你不要问这个东西，你不要问什么什么的，就是可以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他想要的答案。我觉得小孩子好奇心真的，我昨天在帮我朋友看小孩，他突然问我说，看一个电视，他说，所以鳄鱼真的住在下水道吗？很可爱他已经啊。有卡通的一些行为，他就突然间问我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觉得那个下水道水管那么细，鳄鱼应该进不去。可是我可能是讲错，反正我觉得你刚刚讲我有 relay，就觉得哦对，对，就是他们看到某些事情，他们是经过他们自己的小小脑袋里面的那个思绪的整理之后，他想知道答案，他问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大人是会觉得很无厘头，然后会可能住在下水道鳄鱼。对，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觉得，你为什么问这种很蠢的问题，然后就会拒绝他们。但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倾听啊，这也是一种倾听的部分。就是好，那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说啊，妈妈或者阿姨觉得这个下水道这么小，那鳄鱼这么大只，应该进不去哦。在这里没有，但是我不确定其他的大的下水道里面有之类的。对的，对，好。我觉得第你要讲三个我看看觉得是最难的，就是你讲那种什么怎么听孩子说，然后练习在帮他们做决定之前反问自己，我觉得这些都还是我们很容易达到的目标。我觉得第三个真的很还在学习，我真的正在学习，就是要怎么就是完全的相信自己的孩子，对。然后就是那种你要相信他跌倒这一次他会自己爬起来，因为我觉得很难的是，我们真的就是怕他受伤嘛，所以你会有时候一跌倒，我们就很想把他扶起来，就是完全相信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难做到的。OK，好，那这个真的做的蛮好的，但是真的很难。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小孩跌倒或是这些，我只要转过去看一下，没有太夸张，手脚都没断，我就会尽量不要太快冲过去。我说他说哦，跌倒了，我就说那你就站起来啊。从小我就这样训练，但是我懂你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就是最纠结的点，就是像我女儿在学校上课，常常会有人际关系上面的问哦，题。对，我觉得现在是小朋友嘛。哦，他才这样上就是大班而已哦。可是其实我内心，他每次问我的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也是社交恐惧障碍。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对他现在在经历这一切，他会回家说，哎，都没有人要跟我玩，我觉得没有人喜欢我，我很喜欢那个谁，可是他们不喜欢我。这一种我会觉得，哇，他居然有这么多小心思。可是我会一直提醒自己，就是我们不能帮小孩避开他人生要走的那些必经的路嘛，人际关系、社交生活，这些都是你一定会去面对，因为人就是群居动物嘛。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要聚焦在我们要怎么陪伴他一起走过这一段路吧，你懂吗？就是相信他可以用他自己应该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告诉他，因为我们也曾经走过这一段嘛，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他说，在交朋友跟在人际上面遇到的问题，我们以前的做法可能是有哪些，让他自己去做决定，然后我们相信他做出来的决定是可以帮助他解决他现在的问题。就算不行，我们也要让他相信我们是会陪在他旁边，一起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就是不是被当成我们做梦的工具，他其实是来提醒我们说，世界永远不会照着我们的剧本走，但是爱会照着走。对，我们能做的就是爱他们。对，我觉得爱就是永远都会对的，只要给爱就可以。所以我觉得那些不管是日常生活上面的崩溃啊、小意外啊，所有事情都没有按照我们的剧本来，或者跟我们想的完全不同。我觉得也许就是小孩在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哎，就是妈妈，我不是你的影子，哎，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说，有可能都是那种你知道不按牌理出牌。我就是我，然后对你可以来帮助我，但是我这条人生的道路是我自己走。对，就是如果你曾经也背负着父母的期待，或者你现在也努力不把自己的遗憾放在自己
的孩子身上，我觉得你今天一定会懂我们在讲什么。没错，所以我觉得越希望大家就是希望到所有的父母那些以前的怎么讲限制性的信念，就是停在我们这一代，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压力都停下来，我们只要把爱全心的留给孩子，我们就全心的爱他们。然后我觉得让小孩长成他们自己想要长成的样子，当然我们的前提就是在正轨上啦，对啊，就是那个不是教所谓的条式溺爱啦，就是该矫正的还是要纠正他们。但是我觉得就是用爱去辅助他们，然后用正确的教导去规范，去告诉他们说哪边才是不至于犯法啊或什么的道就是路这样。大的规范，我们先定出来，那小小的就是其他就给他们自由发展。那如果你也愿意让你的孩子长成他们自己想要的样子，欢迎留言写下，我愿意让下一代自由。自由。对，我觉得最后我们要就是祝福大家都育儿顺利，好吗？要育儿顺利，真的这非常重要。大家在育儿的那个路途上面，其实压力都超大的。我相信这应该很多当父母的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我们希望大家都一起努力。对，我是卡比，我是卡奇，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呵，结束。Bye bye.